欢迎回到壁画太多。今晚我们要穿越时空，走进一座连月亮都不舍得早早升起的城市——北宋的开封。别看它古代气质拉满，夜生活却比你楼下夜市还会玩。那可是灯火通明、通宵不眠的十字街头，几乎什么都能买，什么都能看，甚至还能遇见一场不经意的艳遇。我们是正经节目，放心。不过在正式讲故事之前，我们先来解决一个很容易让人搞混的小谜团：汴京、东京到底是不是一个地方？它是不是今天的日本东京？这问题如果不先说清楚，可能后面你会一边听故事一边满脑子问号。其实，北宋的东京全称是东京开封府，简称汴京，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河南省省会开封市。所以别搞错了，它不是日本那个东京，而是咱们中国自己的东京。这个东指的是相对于五代十国时期的西京长安而言。宋太祖赵匡胤定都于此之后，为了显示大宋王朝的正统地位和中原回归，于是干脆把它叫做东京。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像给中原立了个牌坊，摆明了这里是正统，是文明的中心。而开封也确实担得起这个名号，它地处黄河中下游平原腹地，是南北交通的咽喉，漕运的枢纽，水路通达的大都会。当年东京城里常住人口超过100万，妥妥的是世界级大城市。它既是政治中心，也是经济与文化集大成的都会，就像北宋版的纽约加京都加广州混合体。换句话说，它白天负责治国理政，晚上负责吃喝玩乐，提供情绪价值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座城市在夜晚亮起灯之后变得怎样鲜活、有趣，甚至有点疯魔。那些人，那些味道，那些船，那些灯谜，还有让你根本不想睡觉的夜市，统统会出现在我们接下来的故事里。在你准备放松之前，先点个赞，点下订阅吧。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来自哪座城市，现在几点了？你那儿是不是也有一条让人忍不住深夜散步的小巷？来，把地址写出来，赶紧的，就放在评论区，到时我一条街一条街的扫。现在请把灯调暗，空调设置到合适的温度，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。夜色刚刚落下，东京城的西北角传来一声铜锣，开封的夜生活准时拉开序幕。在宋代，黄昏不是世界的终点，而是热闹的起点。开封也叫东京，那时候可是全国第一大城，号称72坊，100万人口，10万人，夜不归宿。想象一下，街上铺满青砖，街灯用的是油盏，有钱人家门口还挂着一串串红灯笼，一走出门就像进了真人版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整个城市的布局是棋盘式的，街道笔直宽敞，不像后世北京那样正襟危坐。开封更像是个爱喝花酒的浪子，活色生香，自由不羁。晚风从汴河吹来，带着鱼腥和炭火气混合的味道，你一边走一边就被勾着肚子咕咕响。街上人来人往，最热闹的要数御街、周桥和汴河两岸。这里不仅是白天的商圈，更是夜晚的主战场。说的直白一点，开封人就爱凑热闹。夜幕一降临，不管白天是绣花的、写字的，还是练拳的，全都出动了。整个城市进入全民出街模式。晚上不宵禁吗？对，北宋前期开始就不宵禁了，不像唐朝那会儿，街道晚上封得死死的。宋朝可开放多了，北宋人晚上爱逛街，朝廷就顺着群众的心意，把开封变成了一个灯火通明的不夜城，甚至还有专门职业的官员，叫夜行司，专管夜市治安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古代版城管？而这些夜行司其实也蛮苦，
夜里巡逻的时候还得和小偷、醉汉打交道，有些还要负责关灯、点灯、巡查市井，就像开封的深夜巡警。不过也正因为有他们，东京城的夜晚才热闹得踏实。尤其到了《东京梦华录》里提到的节日或节气，比如元宵、寒食、端午，那叫一个热闹。节日一来，连宫里的妃子都想偷偷看热闹。那时候的灯不像现代霓虹那么刺眼，而是用纸糊的灯笼，玻璃罩的油灯，颜色柔和又温暖。到了晚上，御街两旁的店铺陆续点起灯盏，从南门一直亮到城北，点缀着一条光带一样的街市，就像银河从天上落到地面，真是星星下凡来摆摊。汴河两岸的桥头也不甘落后，一座座桥成了最佳观景台，有卖艺的，有唱戏的，还有专门说夜话的故事先生，讲的是隔壁老王如何中了状元，或者某公子如何一夜之间走失又回归。这些故事真假没人管，重点是讲的热闹，听得开心。你在桥上一坐，一壶小酒，一个瓜子包，天就慢慢亮了。最夸张的还得数夜航。汴河里有不少画舫，白天是运货的船，到了晚上立马改装成是水上 KTV。 你可以坐在船头听歌女唱菩萨蛮，也可以请船家送你顺流而下，吹着晚风喝点小酒，有点像宋代版的夜游船趴。而你可能想不到，那些开封的大户人家也没闲着，到了晚上他们会请戏班进府唱戏，宴请宾客。人家厅堂够大，后花园又凉快，灯光一打，配上舞技，一转身空气里都冒泡泡。坊间甚至流传10户酒宴的说法，意思是但凡有点家底的，晚上不是请人吃饭，就是在别人家蹭饭。街边也有站岗的保安，那是更高级别的夜巡队伍，有配刀，有铠甲，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招惹的。走路声音都带风，只要看你举止不端，他们就会凑过来问一句：这是去哪儿？你可别虚，一答错就被带走喝茶了。而有趣的是，这种高度活跃的夜经济不仅没有被政府压制，反而被政策鼓励。为什么？因为宋朝的财政其实挺吃紧的，夜市繁荣，税收也跟着涨。你买一串糖葫芦，商贩交税，摊位交税，甚至连点灯都算经营成本。开封的夜市啊，是用一串串银子堆起来的梦华幻境。讲到这，你是不是已经闻到烤羊肉串和桂花酒的味道了？别急，咱们接下来还要挨家挨户地走一遍开封的夜摊，看那些人间烟火是如何把古代的夜晚点成了一座不夜城。如果说东京城的夜是灯火之初的梦，那汴河边就是这梦最有滋味的部分。白天它是货运主线，船来船往，繁忙的像个巨大的港口操作台。但一到晚上，这条河就变了，变成了一个能载人飘进风月，飘进烟火，甚至飘进诗里的地方。现在我们就站在虹桥上，吹着晚风，顺着这条河，看看北宋人是怎么边走边吃边社交的。汴河两岸白天商船停靠，到了晚上则被各种摊贩、饭馆和茶棚霸占了。木质的板桥下还能看见船夫们架起简易的餐桌，哪怕就在船头也能开火吃饭。而更热闹的是，河边的临水平台从街巷里一拐弯出来，忽然就被一整条香味包围了。炸酥肉的，烤羊肉的，做糊饼的，还有现剁现拌的火腿块，熟手几刀下去，肉片比纸还薄，再撒上点香料，连闻着都让人眼睛亮。这些小吃摊可不是随便摆的，很多是世代传下来的，摆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，连皇亲国戚都听说过。有家做蒸糕的摊，蒸笼一揭开就是一团热雾，糕上撒了碎桂花和蜂蜜。老主顾说，
吃完嘴里能甜整整1个晚上。而如果你更想来点刺激的，就得找那家鬼火辣摊，主打红油炸鸡胗，辣得你眼泪直流，却又一口接一口。当然，吃的只是门面，真正吸引人驻足的是人生和故事。卖汤的小贩边舀边吆喝，说今天汤里加的是高丽参，说不定还能补心补肾补情缘。旁边的卖糖人师傅正在吹一个双头龙糖像，嘴里还编着顺口溜，逗得孩子们笑成一团。一个穿着布衣的小子挤在人群后头，眼睛亮得像2颗夜明珠，手里攥着几文钱，犹豫着是买糖还是买一串热豆腐。汴河边不只是小吃摊，还有那些藏在巷子里的宵夜酒肆。不同于白天的酒楼，这些地儿晚上才开门，开门就只做熟客生意。推开木门，屋里灯光昏黄，一群人围着几张木桌坐得密密麻麻，有人喝酒，有人抚琴，有人讲故事。你要是有胆子，点个最贵的西域香酒，伙计就会给你拿个描金木钟。酒才倒完，旁边说书先生就开始讲，话说那年天竺国出了一只神鸟。这些酒肆里流传的多是当时东京流行的话题，宫廷新晋宠臣，坊间艳闻、江湖传奇、外邦怪事，统统能被讲成一场小剧场。有的酒肆甚至还会请艺人来表演，唱南戏、舞软腰、弹琵琶，配着夜风和酒香，简直让人忘了这不是梦。东京的夜正是靠这些酒肆和小摊才被点亮的有血有肉。而若你走得更往西去，便会路过那条最有名的宵夜街银辉坊一带。白天这只是普通坊市，晚上则化身为吃货天堂。这里的摊子不是临时搭的，而是半永久建筑，木屋铺面，一个个灯笼高挂，像一场夜市巡游。走进去，只听得一阵锅碗瓢盆响，油锅翻滚，肉香四溢。掌勺的师傅动作流畅，左手拎勺，右手翻菜，就像是在舞台上表演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各摊之间还有比拼，有的拼口味，有的拼嗓门。最有名的是那家飞鱼炖豆腐，据说招牌菜里放的是东海鱼干，肉质紧致，汤头鲜美，每碗都能卖空。隔壁摊不服，就在豆腐里加了藕粉和芡实，还贴着条补肺补心，连梦都甜的字条。你说你只是想吃点宵夜，结果被这些花里胡哨的宣传吸引了进去，还吃成了老主顾。你若是个细心人，会发现来这边吃宵夜的客人可不一般，有穿着讲究的公子哥，也有衣着朴素的书生，有带着家眷的商人，也有独自来喝闷酒的江湖人。有人一边吃一边写，一边写一边念，汴水流，夜色浮，灯光透薄酒。他也许是在准备明天进贡的诗卷，也许只是为自己留下点不被白天吞噬的证据。说到这，不得不提汴河上那些夜游的画舫。别看这些船白天看着普通，到了晚上灯一挂上，帘子一拉开，就是另一个世界。画舫里往往设有小舞台，有姑娘弹琴唱曲，有少年赋诗吟咏，还有人在角落里打着算盘算账。这不是混搭，这就是当时的生活状态。诗和生意可以共处，风月与市井可以同船。有趣的是，有些船还提供套餐服务，上船就能点游河加观舞加晚酌，服务周到到连靠岸都有专人撑伞。夜风轻拂，河水反光，帘内人影摇曳，帘外是你是我，是所有在东京夜色中找寻一点自由和松弛的人。而河边一带的桥下也藏着不少夜读客，这些人多是进京赶考的外地学子，没钱住客栈，就窝在桥下借灯读书。你以为他们凄惨，其实他们的存在恰恰让这座城更像一座活的剧场。
你在高处吃着蒸糕看画舫，他们在桥下背着上书准备入梦。这是一种共存，一种没被阶层打断的夜晚。再往北走，还会遇到一种更文艺的摊子——夜书摊。这些摊子晚上才出摊，摊主往往是些有点墨水的老头，卖的不是吃的，而是画册、手抄本、文房四宝，甚至有卖夜读签的。抽一签写着今夜宜读离骚，心静梦安。这不是装，这是东京城的文化肌肉，它连宵夜都带点书卷气。汴河边的夜，有吃有喝，有看有听，有静有闹。它不只是一条河，它是一条文化长廊，一条蒸汽腾腾的诗意隧道。你若是走累了，坐在河岸石阶上，点一盏油灯，眼前一片热闹，耳边一阵吆喝，鼻尖还有余香。这时候你就会明白，北宋人的夜晚并不是一场简单的睡前散步，而是一场可以入口、入耳、入心的深夜生活盛宴。而这只是夜的第二幕。在东京的夜色里，有一种声音格外响亮，它不来自市井的喧闹，也不属于河边的船歌，而是从一间间酒楼、茶坊、勾栏瓦舍中传出，一句句高亢低吟，深情浅唱，如同谁在尘世的屋檐下点了一把火。这些地方是宋代的深夜 KTV， 没有麦克风，有的是丝竹弦乐；没有点歌屏，有的是即兴才情。在夜色与酒香中，北宋人用一首首词曲把自己唱进了梦里。说是 KTV， 其实更像一种集体性社交场。东京的酒楼不仅仅是吃饭喝酒的地方，它更像现代的文艺酒吧。坐落在朱雀门外御街一带的几家老字号，到了晚上灯火通明，从门口就能听见里面的鼓板声、二胡响，还有夹杂的笑声与叫好。进的门去，只见一排竹帘遮住的包间，帘后有人抚琴，有人弹筝，还有人举着酒盅站在长桌旁吟诗应和，气氛就像一场没有剧本的演出。在这里，唱词是一种身份标签，你唱得好，马上就有人举杯敬你；你若能即兴填词，对上曲调，更会赢得满堂喝彩。尤其是那群文人，他们白天可能在翰林院批公文，晚上却卸下官服，穿着便袍，在某家楼上酒坊点上3碗米酒，来一句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，立刻引来一圈叫好。更讲究的，还会带着仆人抬琴出门，说是情不离手，声不离心。而这些夜间词汇往往都有一个固定圈子，有点像你最熟悉的那家 KTV 包厢，熟人坐定，新人要经过一轮才艺展示才能入局。你要是不会填词，那起码得懂得附和一句，不然连酒都没人愿意敬你。于是唱歌变成了一种社交的硬通货，谁词好谁就红，甚至连当时的名妓也常因为能唱会写，词作清新而大受欢迎。这不是才子佳人戏码，是实打实的夜生活生态。东京的词场也分档次，像宣德坊那边多是达官贵人去的高档词社，进门要通报，点酒要排号，主宾上桌时甚至要鼓乐开道。而像汴河西岸的小茶棚，则是市井文人和落魄书生的集散地。别看环境简陋，却常有惊人之作诞生。有位名不见经传的学子，一口气唱了10首水调歌头，第二天就被官府请去当教育，说是词中藏理，理中见人。当然，并不是每个夜唱的场子都这么文艺，有些茶坊喜欢走接地气路线，比如设专门的点唱席，你交10文钱就可以把想听的曲子写在纸上，交给主持人，由驻场艺人唱给你听。点得多的人还有特权挑选唱将，而艺人为了招揽生意，也不吝展示绝活。
有人能模仿鸟叫引出曲调，有人能在唢呐声中转调3次，不变音不跑调，整个场子被带得热火朝天。这些地方往往还有酒令环节，简单说就是喝酒加猜谜加唱歌的游戏。主持人抽出一个古诗句，比如去年今日此门中，让大家即兴唱出下一句，唱得对的喝一杯，唱得错的罚一盅。听起来像闹剧，但你真在现场，会被那种热烈又带点文艺感的氛围吸引得停不下来。更何况酒令不仅是娱乐，更是彼此试探的工具。你在词中藏情，他在调中藏意，一来一回，夜就深了。你可能会问，那女性在这些场子中是怎样的存在？如果你以为只是嗜酒助兴，那可太小看北宋的文化范儿了。真正有地位的女子艺人是靠作品吃饭的。比如那位红极一时的李家姑娘，据说她能作词，能演男戏，还能用5种腔调演绎同一段破阵子。东京文人称她百音女，而来听她唱曲的不乏翰林学士、御前侍卫，甚至传说皇宫里有人也偷偷下令点她的词牌。更有些女词人虽然不抛头露面，却以词传名。一位绣坊女子所作《如梦令》被人偷抄到茶坊里，转眼传遍东京，说她词中有情，字里藏心，许多文人竞相留言求见，最后却只收到她一句：词既出，心已静，莫来扰。这样的女子既令人神往，又令人叹息。除了茶坊酒肆，还有一种地方不得不提，那就是瓦舍。瓦舍不是瓦片搭的，是城市专门辟出来的文艺园区。夜晚开放，各种表演轮番上阵，除了杂耍和说书，还有专门的曲社专场。这里既是普通人能负担得起的夜间娱乐场，也是文人施展才艺的平台。你只需交一点点钱，就能听上几个时辰。有时候还能看到艺人与观众即兴互动，你一句我一条，热闹非常。而最精彩的莫过于对词擂台，2个文人或艺人当场对词，主持人出题，请以夜雨为题，各作7言4句，旋即唱出。众人屏息以待，轮到你时，哪怕酒意微醺，也得一展才情。一旦唱好，场内叫好声此起彼伏，若一时卡壳，就等着被善意的笑声埋没吧。这种既刺激又文雅的比赛，是东京夜文化最鲜活的缩影。但并不是每个夜晚都如此喧哗，在一些偏远巷子里，也有只属于几个人的安静词汇。他们围坐在昏黄灯下，不追求喝彩，只为彼此写词，彼此听。喝一盏清茶，聊一句你写的那句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我很喜欢。这样的夜晚不轰动不热闹，却是东京城里最私密也最动人的风景。所以当你站在东京的屋檐下，听到一段曲调从楼上传来，那不仅是有人在唱词，更是一座城在诉说它的夜色，它的才情，它的故事。这是宋代的灵魂歌单，是一场场永不下线的夜唱剧场。下一次你深夜路过一间灯火斑驳的老酒楼，不妨驻足听一听，也许那一声低吟浅唱里就藏着1000年前东京人的心事。在东京城的夜晚，有一类人不唱歌也不喝酒，不逛夜市也不登画舫，他们一晚能站在一个摊子前足足2个时辰，眼睛不眨，呼吸不重，只为听一个人说话，那就是说书人。北宋的夜不只有灯火烛光，更有声情并茂的音频节目，而且还是现场版的。东京人追故事的痴迷程度，堪比现代人刷剧追更。一旦听入迷，连家门口烧焦的锅都能忘了掀盖。说书是一门正经的行当，不是胡编乱造的民间八卦。开封这地方有专门的书棚子，白天挂布围帘，晚上灯火通明，里面铺着席子，
架着高凳。说书人站在一张八仙桌后面，手握金堂木，身着大褂，一开口，全场静如寺庙。你若赶上一个好段子，像《大唐游侠传》或《三国残卷》，那绝对是一边喝豆浆，一边猛拍桌子，大喊讲得好。最有名的几个说书人，连夜市摊贩都记得他们的段子。有个老先生，号称东京口，专讲包公夜审系列，声如洪钟，表情丰富。说到紧张处还会自己敲案，模仿包拯拍桌子，大胆刁民。听众一边咬着胡饼，一边笑成一团。说书的声音甚至盖过旁边卖牛杂的吆喝。还有个年轻小哥，专走情感路线，讲《白蛇传》《梁祝传》，声音温柔到让姑娘们听完后眼圈泛红，悄悄把那晚的胭脂钱投进赏钱罐。赏钱不是随便给的，是听众投桃报李的方式。一段讲完觉得精彩，就往说书台前的小铜碗里丢几文铜钱。说书人眼神不偏不倚，但耳朵很灵，只要听见哐啷一声响，就知道今晚的晚饭有着落了。而听众也不小气，一场讲完几两银子不是问题。更有甚者，一些贵人会请说书人去府上专讲，包夜场，饭菜伺候，听完还能再打赏。不仅是固定书棚，东京的巷子口、桥头、庙前也都常有游走的说书摊，有的就带着一口木箱，一张板凳，走哪讲哪。有次有人在迎祥桥头听到一个盲眼老汉讲岳飞传，声音凄凉又高亢，讲到莫须有三个字时，全场鸦雀无声，连对面酒楼的酒客都站起来探头聆听。这种力量不靠大场面，不靠灯光布景，只靠一张嘴和一段情。说书人的稿子可不是照本宣科，他们有自己的改编系统，经常把历史事件讲成传奇故事，把现实情感揉进虚构桥段。就像有人把李师师夜会宋徽宗讲成一出探案剧，细节生动，得能画出来。台下小贩边听边自言自语，皇上原来也偷鸡摸狗，跟我家那口子差不多。听故事不光是娱乐，更是种代入，是一种生活以另一种方式的延伸。东京的说书人不只讲古，也讲当下。比如有一位年轻女说书人，自称汴梁笔生花，她专讲《东京奇闻录》，内容是街头坊间的真实小事，加点情节修饰，讲得跌宕起伏。她讲一个老酒鬼如何为了省钱买酒，把邻居的假钱换成真银，还顺带救了条人命。观众边笑边叹，真是酒能成事。听完再去喝上一杯，仿佛就成了故事里的那个人。说书最讲究的是钩子，也就是开场三句。厉害的说书人一张口就能把你吸进故事，比如壁话太多，这个频道的博主就很厉害。开个玩笑，我们言归正传。比如各位听官且听分解。此事发生在前朝年间，话说一日天色骤变，黑云压城。这一听就想知道是不是天现异象，有妖怪出没。又比如说起那年汴京城南有个最胆小的裁缝，却干了件最胆大的事。谁不想知道裁缝到底干了啥？你以为要睡觉，结果听完这三句，人已经坐直了。不仅是故事本身，说书现场的群众反应也是一大看点。有人爱插嘴，有人爱猜情节，还有人一边听一边掉眼泪，说是想到自家不孝儿。旁边摊主递上一张布巾，说别哭，等他讲到反转你就乐了。讲到高能时，说书人会停下来喝口水，全场一片寂静，直到他把水杯放下，才再度爆发出掌声雷动。那不是表演，那是一种心灵合拍的默契。说书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他们会跟着热点走。
有一次，东京城传出皇宫流言，说某位妃子夜遁南门，说书人立刻把这件事编成宫中夜奔记，加上追兵、宝剑、密道，一讲就是10晚。群众明知道是编的，却依旧天天报道，说是听得心痒痒，还想知道他最后到底逃出去没有。听众不是在听真相，是在听情绪，是在感受如果我是他的那种可能性。当然，也有连续剧式的说书摊，专讲长篇连载，一晚上讲一小段，天天更新，月末结局。观众甚至会因为错过一集而在临街问人：昨天讲到哪儿了？那个小和尚被救了没有？有的人甚至做起了副业复盘，白天在布坊卖布，晚上帮人回顾昨晚说书内容，收费1文钱，听完还附送自己猜测的走向。说书人的舞台也不局限于市井，有些大户人家请来一位说书先生，点几盏宫灯，坐在花厅，围上亲戚朋友，就为了听一段狸猫换太子或虞姬别相。听完后，主人客套几句，说下回讲讲张三丰如何练拳吧。先生点头答应，临走还留下2句打油诗：百姓听我口，万象入我心。故事说得巧，一座城都听。这种场景不在电视里，而在每个夜晚真实发生。夜深之后，街头的人慢慢散了，说书摊也收了摊，但这不代表故事结束。那些听众回家后会在床上复述刚听到的情节，那些小贩会把段子讲给下一个顾客，而说书人则拿着赏钱回到家点灯，继续修改明天的开头。东京的夜故事不是用来说完的，是用来一遍遍重新讲述的。这就是北宋的追剧文化，一个个说书人就是城市的编剧、导演和播音员，而每个走过、听过、笑过的人都是这座城的剧中人。在东京城这个夜生活丰富到令人目不暇接的大都市，除了吃喝玩乐、听曲、听书，有一个地方的夜晚同样热闹非凡，甚至隐隐形成了一种属于城市里中产阶级的夜间社交文化圈，那就是澡堂子。那地儿可不只是洗澡的地方，宋代的澡堂不仅是洗浴中心，更是信息流通的节点，八卦爆炸的场所，友情建立的起点，甚至爱情萌芽的温床。你若没进过东京的澡堂子，就像没刷过朋友圈，不知道最近流行什么，也不晓得谁在背后说了你一句什么。开封的澡堂遍布街巷，尤以周桥一带最为密集。那里的澡堂一条街，到了晚上灯火通明，门前总有仆人牵马等候，门口排着3、2位衣着考究的客人，看起来像刚从书会或茶楼过来，手里还拎着香囊和文具盒。毕竟泡澡前要写账，甚至可能写封情书。别看澡堂子是水汽缭绕的地方，但它的功能比你想的多得多。洗澡只是开始，进门前你要先选服务，清洗、按摩、修脚、捶背、蒸汤、香薰、拔罐应有尽有，而且价格标注清楚。贵宾服务还有静香房，就是那种安安静静洗个澡没人打扰的包间。而大众最爱的还是热水通场，就像今天的公共浴池，10几20人一池，热水翻涌，人声鼎沸。你进了水池，隔壁可能是刚升职的小官，也可能是卖香料的大商，谁都可能和你聊上2句。听说大相国寺又有灯会了，听说李家酒肆换新厨子，消息来源快过御街上的告示牌。而某些消息还带点保密性质，比如哪家勾栏最近多了位擅长唱青玉案的姑娘，哪位县尉最近出手阔绰，疑似升官在即，谁家的媳妇跟邻居走得太近，这些在热水中一说出口，跟着蒸汽直冲天花板，宛如城市的热文云。最有趣的是，背搓师这个职业看似辛苦，其实掌握着城市信息脉络。你在搓澡时说一句手轻点，他可能就顺带告诉你昨晚哪个词会冷场了，
哪位公子被赶出茶坊了。这些搓澡师傅一个个都是行走的生活数据库，口风之紧，堪比锦衣卫。但你若关系好，他就会悄悄说：“听说你的朋友昨晚也来过，还点了香薰包，自己一个人唱了2段《长恨歌》。”你听完一愣，想了半天，是不是在说我暗恋的那谁？更高级的澡堂子里配有香汤馆，顾名思义，汤池里兑有草药或香料，比如桂花、沉香、茯苓、艾草，各种配方应有尽有。洗完皮肤光滑的像刚剥的莲子。很多文人爱来泡着一池香汤，一边泡一边抄书，说是水气助思。也有女子悄悄来这里，带着小婢女，换上轻纱裙，泡完后在更衣室里细细描眉，再带上新簪子，说是今日泡得脸红气顺，好去见那人。澡堂也讲社交地位，像御街东侧的清风阁，专为士子设，常有人在这里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你在池边弹一段司马迁笔法，对面那位就笑着回应：“我倒觉得韩愈更胜。”一句搭话可能成就一段10年友谊。还有更夸张的，有位名士在澡堂写了首暮春词，当场吟诵，被旁人转录流传。第二天连茶楼门口都贴了热汤新词，今早可听的小纸条。澡堂也是女性世界的重要据点。别看当时男女分区严格，但女子澡堂子里的八卦一点不比男子少。有的小姐妹专挑晚上来洗澡，约上3、5人，边泡边聊；有的甚至带乐器，泡完还合奏一曲，说是今日欢唱甚。坊间还有传言，有位富家女在女浴场遇到落难才女，被她词句打动，两人自此结为水中知己，连书信都香薰压脚，相约月圆共浴。而东京澡堂还有一项特别服务，叫夜搓，这是专为夜归人准备的，一般从戌时晚上7点开到子时凌晨1点，客人多是刚听完曲、看完戏或刚从酒局回来的那一批人。他们带着一点醉意，慢慢走进澡堂，泡在热汤里说：“今日那只蝶恋花唱得真妙。”池边几人点头附和，再聊聊隔壁街的糖炒栗子今年换没换新摊位。这种夜搓不只是驱汗，更是缓解身心的一种夜间放松仪式。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浮香汤宴，这是部分高档澡堂推出的限定项目。简单说，就是在香汤池中设宴，浮板飘着石气，水面香雾弥漫，客人们穿着轻便短衫，边泡边吃，菜品都是易消化又富养生之效的小食，像蜜藕、鸡丝粥、山药糕、酒酿汤圆，还配上温酒和桂花露。你说像不像宋代的水上温泉派对？气氛妙到极点。一场宴结束，连疲倦都被泡散了。澡堂子还有更神奇的存在。澡堂诗会这不是常规活动，而是某些文人组织的即兴雅集。挑个晚上约在某家进士，点香设席，泡汤之余吟诗作对。有人在水汽中灵感突现，当场写下一首夜汤即事，被有人笑称此词乃水泡而生。更有人泡着泡着就聊到了朝政，说是皇上近来偏爱谁谁谁，可能会变天。这话听上去像玩笑，但第二天真传出风声，说那人果然调职了。澡堂也是城市安全区，很多人把这里当成临时避难所。有夜行人误入勾栏争斗现场，慌忙躲进澡堂，搓背师一看是熟面孔，立刻安排后门撤离。也有人心情失落，不想回家，就干脆泡到打更，洗个通体舒畅再回去。澡堂的门总是开着，像一个温柔的深夜港湾，所以别小看澡堂，它是北宋城市生活的重要节点，也是夜晚灵魂修复的温室。在灯火之外，在曲调之下，在说书之余，那里藏着每一个奔波一天的开封人，用热水蒸发掉现实，用香雾
笼罩起一场微微发烫的梦。东京的夜晚，当你以为喧闹只属于酒楼与茶坊、灯饰与画坊，其实还有一类特别的夜间乐趣。藏在巷子深处的小院子里，灯火昏黄，一群人围在一张木桌前，酒壶热着，点心上桌，头上高挂的红灯笼里藏着几行字谜。这就是北宋人独有的灯谜局。没错，宋代人爱猜灯谜，爱到什么程度？爱到他从元宵节的临时热闹变成了东京夜生活中的常驻节目。甚至有些酒楼为了招揽夜客，推出每日3题赏银5钱的谜语挑战。灯谜局的主阵地往往在文人聚集区，比如周桥南边的鹤鸣坊、仁和门外的书肆巷，还有那些看似普通但实则雅致的私家花园里。入夜之后，主人挂起一排灯笼，灯纸上写着谜面，有的文绉绉，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，打一字；有的接地气，不是门也不是墙，人人进出不觉忙。还有冷门的宋词谜，李清照笔下物是人非事事休，请问物为何物？你若想答，得动脑筋，更得动心思。猜灯谜可不是低头沉思那么简单，它是一种带社交属性的文化博弈。灯谜局常常从聚会演变成擂台，谁答得快，谁赢面广，谁一题不中就会被取笑脑壳凉凉。尤其在那种小型精英局里，一群文人墨客围坐在庭院之中，茶香缭绕，檀香点起，主人高声念出谜题，全场静默无息。忽然一人起身笑答，是风。掌声称赞声连连，旁人羡慕不已。还有人暗中记下，打算回去复习一遍《说文解字》。有些灯谜局为了气氛，会聘请乐工在一旁伴奏，琵琶轻弹，箫声绕耳，像是给每一道谜题配上了 BGM。 有人干脆在池边设灯，水中倒影与灯火相映成趣，让猜灯谜的过程多了几分仪式感。更有趣的是，谜底往往藏着某种情话或隐喻。你若在众人面前猜对心上人3字，台下某位姑娘轻轻回头一笑，你的心跳大概率要乱3拍。女性在灯谜局中不再是被观赏的对象，而是主力军。有些才女迷思奇妙，句式灵动，连老夫子都甘拜下风。有一位号称灯下3绝的女秀才，常设谜席于西式夜楼，所出之题必含诗意。曾写过一题：孤灯不灭夜难眠，愁肠百转梦难全，打一物。众人苦思良久，他微微一笑，指灯笼答曰：心。掌声雷动，赏银如雨。当夜就有10几位少年公子托人送笺相约，共猜一谜，共度一宵。当然，灯谜局也不是只有风雅路线，市井版的灯谜局风格就欢脱得多。比如在东角楼附近某家老字号点心铺，店主在每根糖葫芦杆上挂一条谜面，谁猜中就能免费吃一串。有的猜题故意调侃客人，比如何人最多事，答案是闲人；什么东西只涨不跌，答案是年纪。你猜对了，周围一片哄笑；猜错了，就要现场学鸡叫10声。店主乐得前仰后合，说今夜最欢乐的灯谜不是答案，是你。还有的夜市灯谜摊主打互动型，一人出题，群众集体作答，有人自带锣鼓，有人自制谜签。一次，一位摊主出了个题，一根竹竿挑3个星，打一京城地点。众人冥思苦想，有个孩子突然大叫：是三元桥！全场惊呼，小小年纪不简单。摊主乐了，孩子聪明，来，给你一串蜜饯，加一张谜签，回家再出给你娘猜。这种氛围是最平易近人的烟火文化。
而最令人着迷的是流动灯谜局，它不在固定位置，而是由一群谜友组成。今夜你家挂灯，明夜我家摆题。有人家家备灯数十盏，每盏都挂不同字体书写的谜题，部分还融入画作。谜面是画谜，需要结合图意猜出答案。你站在灯下琢磨半天，还没悟出。林旁一位白衣公子不动声色地轻念，谜底是莲，出淤泥而不染，那位画师藏得巧。你回头一看，灯光正好打在他侧脸，那一刻谜没猜出，心却跳快了。在某些灯谜盛会中，甚至还有谜榜排行，每猜中一题可得积分，猜得快的还能加分，排名前几的会被邀请进入上层谜局，与京城名士一较高下。曾有人连续3夜拿下连中3元，被诗社收为正式社员，还因此得了一门好姻缘，娶了出题最多的灯下才女。这事儿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灯谜局从此成了脱单社交的新通道。连本来只爱喝酒的青年才俊也开始埋头研究字谜结构、典故引用，只为能在灯下赢得芳心一笑。灯谜不只是谜，更是一种古人的思维游戏，一种温柔的较量，一种夜色里含蓄的情话。它让城市在入夜之后不只是吃喝玩乐，还多了一层精神上的参与感。你可以在其中感受到知识的乐趣，也能从他人的回答中窥见心境。有谜不解，有谜待猜，有谜藏情，有谜生缘。每一个被灯照亮的夜晚，都有人在纸上构建另一种语言的游戏。而当最后一盏灯火熄灭，谜底已揭，夜归人带着或得意、或惋惜、或微微泛红的脸庞走出巷口，那些谜语便化成梦里朦胧的声音，轻轻敲打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脉搏，低声说：“再来一局。”如果说东京城的白天是为了挣钱养家，那夜晚就纯粹是为了快乐消费。这一夜生活的核心精神，在东京人的血液里刻得清清楚楚。吃完夜宵，听完曲子，猜完灯谜，一大波人并没有打道回府，而是缓缓迈向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去处——夜市中的买买买。而这场购物盛宴，不是随便转转的那种看看就好，而是真金白银砸下去，从香料到首饰，从衣料到瓷器。东京人的夜购堪称宋代版的午夜剁手节。首先得说，北宋的夜市远比你想象的成熟，它不像早年唐代还讲究坊市制度，关门闭户，一过酉时就禁市。东京夜市是全天候营业中尤其以夜贩为特色。每当月上中天，各种小商贩拉开摊子，灯一亮，货一铺，开始了他们专属的夜间黄金时段。别小看这群夜贩，他们不仅营业时间长，而且竞争意识强，会在夜幕中不断创新自己的摆摊方式。你走在御街或周桥附近，能看到一溜小摊从灯下延伸到巷尾，左边是香药摊，右边是金饰铺，再往前是胭脂摊、笔墨铺、古玩架，密密麻麻挤在一起，但一点也不杂乱。卖香的女子身穿浅蓝色长衫，手里摇着羽扇，一边介绍香料来历，一边顺手点燃一个檀香饼，只为让你现场体验这款叫做梦回秦楼，能助眠也能留香3日。你闻着就走不动路，银钱便从衣袖滑出。金饰摊前更热闹，一排铜镜后站着好几位妙龄女子，一边试戴发簪，一边低声讨论哪款更衬眉眼。摊主早已训练有素，不吆喝，只递上一块紫纱帕子让你擦汗，顺手一句：“这款叫双燕归，有情人配之不离不弃。”你本想只看看，结果心一热，给我包起来。这可不是夸张，东京女子的夜购真有点买情绪的意思。当然，男人也不甘示弱，
夜市里的古玩摊、书画摊是他们的主战场。你会看到几个中年人围着一块青花瓷碎片，热烈讨论，这是官窑还是民窑？一人笑答：“80%是仿的，但画工不错，拿来泡茶也妙。”旁边书法摊上有小贩展示自家临摹的《兰亭序》，墨迹未干，价格公道。一位文士眼都不眨地掏出一锭银子，带走，明天挂我书斋里。有一类特别的摊子叫变花摊，专卖小巧玲珑的女用饰物，像是袖间挂坠、耳边点翠、小指戒等，价钱不高，包装精美。传说曾有一位京中才女在这样的摊位前买了一只铜铃坠，回去后写了一首词《铃响夜归》，后来在诗会上广为传颂，连带那摊主的铃坠也卖断了货。于是摊主立刻出同款升级版，才女同款，限定铃音，再次掀起抢购热潮。宋代人的带货能力不输今天任何主播。还有更妙的香料体验摊，摊主不仅卖香，还在摊前摆上热水碗，滴2滴香精后让你洗手，再递上一块干净帕子，说是亲测持香5克。顾客一边搓手一边点头。这位叫茉莉浮雪。摊主笑说：“10香之人难得，今晚半价。”于是你又多拿了一瓶，说是要送娘子。旁边小哥小声说：“我不送人，我留着捎信。”神情之郑重，让人差点以为是个剧本。最具人气的莫过于那些流动首饰车，有2、3人推着小车走街串巷，专门钻进不便摆摊的小巷，卖些便宜实用的小物，发簪、手环、扣针、香珠，琳琅满目。有的摊主还即兴给饰品起名字，这叫水中月，那叫梦中花，这一款叫桃夭。姑娘们试戴后在铜镜前旋转，嘴里念叨：“像不像昨晚那首词里的他？”于是买下，仿佛一旦配上，自己就能化作词中人。夜市之中还有点金阁之类的高级铺面，营业至夜半，那里的货非普通摊贩可比，全是世家旧藏，宫廷仿制，绝版香料，价格虽高，但人气不减。你若愿意一探，需轻叩金门。门内人低声问：“客人识得碧落香否？”若你说出一句“天外来风雪，香从袖中藏”，门才会开半扇，说是识货者方可入。你进得门去，只见灯火悠悠，数件珍宝静置案头，有的连名字都不肯透露，只用纸条写着“此物原身者得”。夜市不仅吸引本地人，外地商贾、使节、旅客也纷纷来此扫货，尤其是来自高丽、日本的旅客，更钟情于东京的香料与器物。据说有一回，一位高丽使者在夜市买下一只洒金梅瓶，回国后被王室收藏，引得东京此类器皿价格飙涨，夜市顿时多了无数仿品与真假争议。一时间，谁才是正宗洒金梅成了摊主与文人争论的热门话题，简直像今天的爆款制造，不仅是卖实物，还有写意识。有画师当场泼墨作画，题材不限，顾客可点题。你说画一场梦，他便画水中花月；你说画我心上人，他便画一只轻垂的玉兰，清新雅致。画完签名盖章，装裱成卷，你抱着画走在夜色里，觉得像是带回了一场刚刚发生的温柔故事。到了夜深，夜市不但不散，反而更热。3更打更时，常有新摊刚刚出摊，说是专收晚归人。这些摊子专卖小确幸物件，比如绣花帕子、刺绣香袋、夜光钗、梦与符。买的人常带着微醺，挑挑拣拣半晌，最后说：“我也不知道要这个干嘛，就是不买会后悔。”于是又心甘情愿地解下腰间铜钱。东京的夜市是这座城最生活化的一面，也是最梦幻的一角。在这里买的不只是物件，
是一种身份感，是一种参与，是一种我也在这座城里的证据。即使什么都不买，仅仅走一圈也会觉得满足。你看着街灯一点点熄灭，摊主打着哈欠收拾残货，而你提着一只刚买的香囊，回家的脚步都带着香气和余温，那就是东京人最熟悉的幸福感。如果你以为宋代的城市夜生活只是节日限定，错。东京这座城的可怕之处就在于，它让日夜不停成为日常。尤其当你在凌晨时分还饿得两眼发光，家里空无一物时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这里居然还有24小时营业的小铺、小摊、小食坊，宋代版的便利店，不仅方便到离家不出500步就能解决温饱，甚至连夜间配送服务都有。开封人从来就不怕饿，因为这座城市连深夜都在努力地养人。这些宵夜摊一般集中在几个地方：御街、周桥、朱雀门北、市草坊一带最密集，其次是水巷沿线，靠近客栈和码头的地带也常有守夜摊，他们多半天黑才出摊，一直营业到鸡鸣，有的甚至根本不休息，昼夜轮班。别看他们是小摊，却经营得非常专业，米、面、肉、卤水、调料全套不缺，锅台干净，用具齐全，甚至还备有夜间菜单。是的，和白天菜单不同，夜里主打暖胃、助眠、易消化，比如羊肉羹、桂圆粥、红枣酒酿、甜汤面。其中一家名叫吉祥斋的宵夜铺子，最有名的是葱花鸭血豆腐汤，据说是专为赶考落榜的读书人准备的。汤清味浓，入口微辣，醒脑不腻，吃过之后连梦都香。还有一家妙手坊，以夜制薄饼闻名，烤炉日夜不息，一张张薄如蝉翼的饼现做现卷，内夹甜酱或卤肉，咬一口满嘴油香。常有人凌晨点完词出来转转，就直奔这家，一边啃饼一边说：“今夜值了。”夜宵摊讲究人味儿，有一位摊主外号夜伯，年近60，白天卖布，晚上摆摊，专卖暖胃四宝：姜汤、栗子粥、烫肚片、豆花羹。他记得每位熟客的喜好，某位小姑娘爱吃甜豆花，某位落地书生每晚都要来一碗姜汤加蛋，还会特地少放糖，说是怕他心更苦。你刚坐下，他就笑着递上热毛巾：“今儿风重，披肩吧。”这一句比汤还暖。除了吃的，真正让这些便利摊显得现代感爆棚的是他们的商品多样化。有人边吃边顺手买点香丸、牙刷、香袋、纸笔、针线盒，甚至还有人来配一副夜用眼药水。摊主低声说：“今早刚到的花露药，试试看。”这不是玩笑，当时药商与夜市摊贩有合作关系，某些夜用香药专供宵夜摊卖，因为夜购者最懂需求。你在热汤摊边摸出一张香贴，点上一滴，贴在手腕处，微香若有似无，走在黑夜中，仿佛自己也多了点存在感。而像周桥东侧那几家连通铺子，简直就是古代连锁便利店模式。外厅卖吃的，中厅是香药杂货，后厅是引子茶铺。你可以从门口一路走到底，吃一碗面，买点口纸，坐下喝壶莲子茶，再顺路带一只温热的蒸饼回家。更夸张的是，有些摊主还提供夜间外送服务，只要你住在附近，敲3下铜铃，留张字条，他们就能在半炷香时间内把一盒炖梨汤送上门，外加一张晚安纸条，上面写着愿你今夜梦里花开。东京的夜不只满足食欲，更调动起情绪消费。有些摊子售卖夜梦符，说是抄写经文后晾干的香纸，睡前焚香可得好梦。有摊子卖枕边画笺，
纸张细腻，每张附赠一句古词，不知梦里与君几度相逢。你说这是不是噱头？是，但有人买得心甘情愿，说我不指望它真灵，但好梦需要一点仪式感。于是香符、笺纸、香丸、挂件就这么一一收入袖中，带着香味回家，像带回了一段被认真对待的夜晚。而更人性化的是宵夜摊对孤独的容忍。白天你是被时间裹挟的一份子，夜里你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人，没人催你吃快点，没人问你为何一人来此，哪怕你只是坐着发呆，摊主也会替你续汤，说再热一次，今夜冷。你也许心情不好，也许刚失恋，也许只是想安静一会儿，这些摊子从不多问，只用热腾腾的食物安慰你。正是这种沉默中的理解，才让无数东京人一到晚上就不愿回家，哪怕只为来这摊前坐一会儿。你要是个夜行人，会发现还有一种摊子格外神秘，叫夜针铺。他们只卖一句话，每夜更新，只写在一张黄纸上，挂在摊前灯下。有人看完默默离去，有人站着发呆，有人掏出钱说，我今晚需要这个。传说某夜，夜针铺挂出一句，不回头的人也在想你。一位过客当晚回信救人，成就一桩姻缘。是真是假没人考证，但从那以后，夜针铺夜夜有人等，纸张写完就换，从不重复。当然，所有的便利摊都遵循一个默契，不要问太多，你买什么都行，做多久都行，不必寒暄，不必解释。你来是客，你走是夜。就像这座城市的心跳，不需理由的跳着，不需回报的给予。这就是开封夜晚最打动人的部分。它不需要你是谁，它只需要你在。所以，当你以为深夜的东京只剩灯火和寂静，其实还有一碗热汤，一间灯下词，一纸夜针，一句无声的关心，正静静等你，告诉你，别怕，这里有人。当夜色流淌到东京城的最柔软处，你会发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繁华开始浮现。这里没有鼓乐喧天、街头叫卖，也没有油锅翻滚的汤面香气，取而代之的是低垂的纱帘，随风漂浮的香气，软语轻音中若隐若现的琴声。这里是花街柳巷，是那群在夜色中最擅长诉说、最懂人心，也最难被历史公正描写的女子所生活的世界。别急着下判断，宋代的青楼可不是后人脑补的低俗场所，它们更像是一个融合才艺、社交、文化与情感的城市剧场。先说位置，东京的勾栏瓦舍密布城中，但真正成气候的花街区域集中在周桥东、金梁门外、宣德门西侧几条小巷。白天他们安静得像沉睡的猫，夜晚却忽然醒来。灯笼一盏盏亮起，帘幕轻垂，香烟袅袅。一位位女子或倚门迎客，或凭栏远望，那不只是迎客姿态，更是一种经过训练的表演。这表演不是风尘气，是才艺展示，是宋代夜文化最光鲜的一角。不同于许多王朝将青楼视为不得体之地，北宋的文人却将他们看作城市的文化延伸。很多青楼女子出身一级，自幼学琴书画，能歌善舞。她们不靠姿色取胜，而靠才艺、谈吐，甚至诗词水平。所谓花魁，不是选谁最美，而是选谁最会唱，最会作词，最会即兴应酬。你想登楼，必须先有介绍人，递上拜帖，花名册上还有推荐语，谁心得一曲，谁昨夜作词，谁善弹筝，谁解宋词，细细标注，堪比今日艺人档案。你若真登楼入座，楼内布置极雅，
不是浓妆艳抹的大红大紫，而是香炉缭绕，纱幔低垂，窗边几株寒梅，岸上茶盏温热，香炉点的是苏合香，不刺鼻，只淡淡绕耳。姑娘进来时穿着素净衣裙，轻声问一句：“客官想听曲，还是愿弹词？”你一愣，她便笑着端茶：“若无言，不妨听一曲《临江仙》。”琴声轻响，你才忽然意识，这里不卖身体，卖的是一个夜晚的梦境。真正的才艺比拼，在更高端的名楼，比如翠微楼、夜雨阁、惜春院一类，每逢节令都会举行词汇擂台，由花魁出题，文士应答，女子唱词评判，全场皆可参与。胜者可得绣帕一方，上有花魁亲笔题词。有人为得这一帕，3夜未睡，1夜写了10首《鹧鸪天》。而花魁也不只是唱词，他们能与文人对坐论典故，说佛理，辩苏黄。你若引一句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，他便笑答：“何事秋风悲画扇。”你心头一颤，这一晚的银钱便心甘情愿地掏得毫不肉疼。当然也有俗雅共存的现场，你刚听完梅花三弄，还沉浸在音律中，隔壁房却传来阵阵笑声。那是酒客在做香骰游戏，掷骰定香名，输了就要喝酒唱诗。姑娘巧嘴接梗，哪怕你输了3回，心情却越来越好。他不是你的情人，也不是你的玩伴，而是你夜里的慰藉者。用他练过1000次的词句和笑容，让你从白日的烦扰中跳脱出来。青楼不只招待富商官宦，也接纳落魄文人。传说一位外地书生夜宿惜春院，囊中羞涩，却才华横溢，与花魁对吟一夜成知己。后他高中进士，重游旧地，却发现花魁已病重。他提笔写下“望春归已未别情”，后被传为佳话，花名也因此被后世文人刻入诗集中。人间有情，东京最浓，不是情爱，而是那个时代对知音的尊重。也别忘了那些花街之外的小院儿，有些艺妓并不住在名楼，而是在僻静巷子中自开小院，靠口碑皆可。他们不比人气，不求银钱，只愿与一人共饮、共词、共夜。你若与他相识10年，他便记你10年之事；你若失意落榜，他便背舟守灯，只问一句：今晚要听我唱《水龙吟》吗？这份沉静在热闹东京里尤显珍贵。当然，所有的温柔背后也藏着现实。花魁不是仙子，他们也是生活在制度缝隙中的人。名楼规定严苛，每日考核才艺，管理收入，限制自由。有的女子自幼入艺籍，终生未离台前灯下，哪怕心有才情，仍难脱青楼之名。最聪明的选择是遇到贵人赎身，但不是每位都能等得到这份运气。于是有人借助声名嫁入富家，有人自筹嫁妆改嫁布商，有人终生未婚，却在辞世前写下一卷词稿，命人题作《香梦遗词》。坊间甚至流传一种说法，东京城最懂人心的不是名医，不是和尚，而是那些夜晚在纱帘后唱词、作画、抚琴的女子。她们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时候沉默，什么眼神能让一个人瞬间不再难过。你说他们卖艺为生，他们说我们卖的是自己编织的梦，你愿不愿住进去，自己决定。而当夜将近，客散联络，那些女子卸下妆容，静静坐在窗边煮茶。有人翻阅刚写完的诗稿，有人发呆看月，也有人抱着琴轻弹一曲，送别夜色。那琴声不是为谁而奏，是为自己留住一点点存在感。他们知道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
却又属于这个城市最柔软、最迷人的部分。东京梦华不只有灯火与词章，还有那些在纱帘背后用才情与温柔为自己拼出尊严的女子。她们是这座城夜色中的隐形主角，在浮华之中活得极有分寸，也极有温度。东京城的夜就像一盘棋，下到中盘最紧张的时候，忽然有人掀起衣角，小声提醒：宵禁要到了。你猛然一惊，抬头看看天色，又听得远处打更人3声锣响，三更过，夜行莫言。这才意识到，在这座看似不夜的城市里，其实还有一道无形的界限。宵禁制度像一张薄纱，白天看不见，夜晚悄然落下。可你若以为宵禁就真能让东京彻底安静，那你就太小看北宋人的夜生活技术了。其实城门虽关，夜路不绝。夜幕之下，还有一套流动在城市血管里的隐秘秩序，专为那些必须、想要或者偏要走夜路的人而存在。我们先说制度本身。北宋的宵禁规定最初沿袭自唐代，按理说打更3声后，除非持有官方夜行文牒，否则不得在街巷中游荡，更不得聚众喧哗、开店营业、抬轿行商。但东京不是一座普通城市，它是帝国首都，是100万人的生活场域，是一座白天为朝廷服务，晚上为自己而活的城市。宵禁制度之所以存在，是为了有秩序的夜，而不是完全的夜禁。所以聪明的东京人摸索出一套夜行潜规则，让这座城市在看似休息的时刻仍然悄悄运转。首先是暗通道，城门关了，但城墙脚下的小门、小洞、侧门却从未真正闲过。东华门、南薰门外各有一处后墙道，其实是城门守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留下的小缝隙，供信使、夜商、紧急奔走之人通行。你要想通过，得提前在门口投下门资，不是贿赂，是一种默契的加班费。一般是几文铜钱加一袋点心，偶尔来点茶砖。守门人点点头，掀开后帘，你便低头快步通过，动作利索，不多话，没人记录，也没人追究。只要你别出事儿，一切都像没发生。除了人通道，还有货通道。城内夜市摊贩需要进货，外地商贩半夜到达怎么办？这时候就靠货主联络点。在朱雀门外的某条石巷里，有一排老旧木屋，夜晚灯不亮，门不开，但你若按3下门框，再轻敲一下，就会有人开门接货。里面有人代为保管分发，甚至还提供一条临时铺位。黎明前，这些货物就会悄悄分散进城，若无其事地亮相在早市摊上。你吃着早饭，完全不知道背后有一整套黑夜物流系统，刚刚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城市循环。更高阶的是夜行文牒，这是一种官方通行证，发给夜间执行任务的官员、医生、特许商贾、驿站人员等。文牒通常由开封府或御街司开具，黄纸黑字，盖有铜印，点灯即可辨真伪。你夜里若被巡夜军拦下，只需亮出文牒，对方便礼让3分，甚至帮你照明引路。可这类文牒，一般人哪能弄到呢？于是江湖便衍生出仿文牒师，他们能仿得一模一样，字体、官印、格式全对，但绝不便宜。一张要价300文起步，还得看你长得靠不靠谱。传说曾有个吃货，为了吃夜宵不过瘾，花银5两买了假文牒，结果被巡夜军识破，罚跪在周桥下碑大告一夜。从此东京人把夜路走错叫走了周桥跪。当然也不是所有夜行人都靠通道或文牒，有一类人靠的是身法，避开主街，
绕过巡逻，专走猫道。什么是猫道？是城市边缘的小巷、水沟、矮墙、坊间、天井、连通通道等构成的夜行路线图。一些经验老道的市井人能熟练地在黑夜中穿街过巷，不惊动任何人。从南街走到北巷只需半个时辰，甚至还能避开所有打更的路线。这些城市忍者通常是送信人、小偷、暗访者、逃班少年、私会恋人，还有在妓楼迟了归不得的读书人。他们靠月光辨路，靠脚步记录，靠风声识人，甚至能从狗吠判断附近巡逻是否经过。而为了这些夜行者的顺利通行，城市还孕育出一种职业引路人。他们不属于任何官府，是一群混迹夜色中的地头蛇。你若因故被困巷中，只要敲定门口青石板3下，便会有人从暗角走出，低声问：去哪儿？你报出地点，他点头，带你前行。不多言，快步，转弯，越墙，钻门，10几条街如履平地。事后你塞钱入他手，他点头离去，没有名姓，无需言谢。第二天你连他模样都记不清，就像一场梦。走过了，结束了，也安全了。城市还有一类特殊通道——河道。很多人忘了，汴河和内城水网是城市业态通行系统。夜里货船虽不得随意进港，但小舟却能穿行水巷，送货、送人、送信。你从某家茶肆后院的小阶梯下去，便有一艘灯光昏黄的小舟等你。船夫不说话，只比一个手势。你坐定，他撑篙而行。沿河穿行，偶尔听得岸上酒声歌声，舟中却悄无声息。有人说，这才是真正的东京密道。用水做路径，用夜做掩护，既飘逸又现实。夜路中还有一种例外人群特别值得一提，他们无文牒、无通道、无引路人，但仍敢在宵禁后横行无忌，那就是夜医。这是一群被允许打破规则的人，他们手持小灯笼，腰间挂铃，一旦有人疾病，他们便可破宵禁出诊。你若半夜腹绞如刀，家人点灯即奔至夜医铺，敲响铜锣，铺主便匆匆起身，提着药箱奔走。巡夜军一看是夜医，立刻闪身让路。东京对生命的尊重从不因天黑而打折，不过也正因夜路不绝，才需巡夜军维持秩序。打更人、巡夜军、方卒、夜警组成了一张覆盖全城的夜保网。更夫每隔一刻巡街，打锣3下喊时辰，3更半天寒冷，注意火烛。你从窗口探出头，听得清楚，心里便觉得安稳。方卒则配有夜耳石，贴耳在巷口石壁上倾听巷道声音，若有异响便立即出动。这些人虽被市井调侃多走少管，但在某些时刻却是真正能救你一命的夜间守护者。所以别再以为送人入夜机稀，东京的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，精密得多，自由得多。它不是禁，是管；不是封，是引；不是夜停，而是夜行。在这座城里，每一个夜行者都是城市血液的一滴，静默而滚烫。而这份不动声色的夜间张力，正是东京梦华的最深处。一条看似寂静的夜路，其实载着千百人的梦，流向黎明未至的地方。一座城市之所以敢在夜里繁华，敢在夜里喧哗，是因为它有底气，而支撑这份底气的，不只是官府制度和律法条文，而是那些在黑夜中默默巡行、持灯执气、保持秩序的人。他们没有词汇名士的风光，也不像酒楼花魁那样受人追捧，甚至你可能都不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，但正是他们维系了东京城夜晚的安全与秩序。他们是打更人，是坊卒，是巡夜军，
是各类夜班执勤者。一个安稳不夜城的背后，藏着一整套紧密运行的夜班机制。东京作为北宋首都，夜间治安是头等大事。城中划分为若干坊，每坊设有坊务机构，相当于今天的街道办，管理白天事务之余，还要负责夜间治安。坊务设坊卒若干，皆由经验老道、身体健壮者担任。他们晚饭后即着装出发，带上铜铃、木棍、竹尺、火折子，一路从坊门开始巡至最深的巷尾，检查店铺是否关门，行人是否有蝶。坊卒不是简单巡逻，而是具备执法权力的夜间治安骨干。你若深夜外出，未携通行文牒，被坊卒逮住，不打你，却会记名备案，还可能拘你一夜。第二天报至开封府，看你到底为何乱走动。在坊卒之上，还有夜军，由开封府直属调派，负责各主要街道的安全巡查，人数不多，但装备精良，常配长棍、短剑、信号鼓。夜军行动讲究队形，3人一组，1人持灯，1人执械，1人记事。每当巡逻经过，坊口会与坊卒交令，交换夜间口令与通报信息，防止误伤误判。更有甚者，有些街区夜军驻扎，固定哨亭，每逢3更后点火煮茶，供巡更人歇脚，夜间收集夜行信息。那小茶棚灯火通明，偶尔能听到夜军低声交谈。今晚又有小贼潜入绣坊，被那家后院狗吓跑，说着端起茶盏喝一口，继续巡街。但在所有夜班守卫者中，最具象征性的当属打更人。他们手持铜锣、木梆或小鼓，穿行于街巷之间，按时击响，为城市报时。东京夜更制度极为严密，每夜分5更，每更分5点，从黄昏到黎明，每过一段时间打一次点，从而提醒百姓时辰、起居、关门、防火。更夫打点有口诀，声音节奏不同，比如3更出点，鸣锣3下，梆子2响，听者即可知道时间推进。你在梦中迷迷糊糊听见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，会翻个身，安心睡去。正因心知外头有人醒着，有人守着。有的打更人甚至是老艺人，他们边打点边唱小调，调子轻柔，歌词即兴。更深夜竟人出梦，灯火未熄皆还通，常被称作夜诗人。有人记录下他们的唱词，后晋即成《更夫曲》10数篇，成为研究宋代夜文化的重要史料。别小看这打更人，他们甚至会被老百姓拜托帮忙传话。更伯，帮我去对面那户喊一声，说明日不必等我了。更伯笑着点头，一锣一词带着故事走过街角，把一个人的心意在夜色中敲响。而城市夜安不止防人，还要防火。开封人口稠密，房屋多为木构，一旦失火，极易蔓延。于是每个坊区设有夜火队，常驻水井、仓库、茶棚之间。他们夜里不睡，一人持水桶，一人守号角，一人捡灯芯，听得远处喊火，立刻集合，提桶上肩就冲。那火队长多是经历过大火的人，语气永远冷静。前院泼水，后巷封路，东西调换位，火熄后还要巡访，检查是否有复燃。百姓称他们夜水魂，因他们常在梦中出现，拯救不眠的人家。为了让这些夜班制度真正落实，东京还设有夜考察制度。开封府派出巡查使，专门负责夜访街区，随机检查执勤状况。他们往往不穿官服，乔装成平民，在巷中故意跌倒、装病、诈醉，测试更夫是否搭理，坊卒是否处理。你若在街口看到一人故意醉卧，周围却无人搭话，
那多半是有人在吊更夫。若更夫冷眼旁观，次日即被开除；反之，若妥善应对，次月便可领赏。夜查制度让东京夜守系统真正严丝合缝，不流于形式。还有一群不在编制内，却是城市夜安全的重要部分，那就是坊内志愿巡夜队。这是由居民自发组成的守夜队伍，多为铺主、手艺人、老街坊，每晚轮流巡查街区，有的带狗，有的拿棍，有的敲铜盘。这种自治式治安体系在东京尤为普遍，尤其在节日、庆典、易燃易爆季节，志愿队伍更是每夜分3班不歇。某年中秋，一户香铺起火，正是志愿队最先扑灭，访民为此捐银重谢，更在香铺门前立了一块夜火救恩石碑。当然，不是每个夜晚都风平浪静，也有刺客伪装成更夫混入街市，趁夜潜行暗杀，也有醉汉袭击坊族，造成混乱，更有盗贼利用打更点之间的时间差，专挑更点盲区作案。因此，东京夜守系统不断迭代，不断优化。有人建议设哨声交接，即每更更夫与下更更夫交接时互吹哨子，以确认彼此位置。也有人提议夜图印记，即每一晚执勤路线用眉笔在坊图上标注轨迹，次日统一查验。这些制度虽然听来琐碎，却共同撑起了这座不夜城的骨架。正是因为有了这群夜守者，东京城才能放心大胆地在夜里谈诗、弹词、吃饼、唱歌、买金饰、赏香汤、猜灯谜。你在灯下吟词时，有人在角落寻更；你在巷口哭笑时，有人在墙外听风。这不是恐惧的监视，而是默默地守护他们的存在，不为留下名字，只为你能安心走夜路。于是东京梦华不只是灯火辉煌的浮华，也有着深处不言的秩序。这秩序不是硬邦邦的条文，而是一个个愿意在黑夜里睁开眼的人。他们走在你看不见的街头，打着你听不清的节奏，构筑出一个城市最底层的安心感。灯光之外是他们的脚印，灯光之下是你可以自由做梦的理由。东京的夜大多时候喧嚣热闹，香气四溢，但你若真的在午夜之后顺着巷子慢慢走，会发现它也有另一面，安静深远，带点孤独感，却不萧瑟，而是沉稳而笃定。不是所有人都在喝酒猜谜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在灯红酒绿中寻找陪伴。有那么一群人，他们在夜里选择了沉默，用低光写字，用香气对话，用一盏茶、一卷经书、一炉烟火，把整个世界缩小成一个心安处。他们是夜半书生的执笔人，是焚香守静的坐禅者，是在繁华背面安静呼吸的人。首先是那些夜读人。宋人以重文著称，士人阶层视读书为命脉，昼读不够，夜读来补。尤其是在开封这样的科举中枢城市，无数外地学子漂泊而来，租住在偏街陋巷中，靠着一盏油灯攻读四书五经资治通鉴，有的甚至抄写整本文选以求背诵。你若夜里从书坊巷走过，只听得窗内传来沙沙翻纸声，偶有朗朗读书之音，清亮且坚定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这不是在装，也不是表演，而是一场赌上未来的坚持。这些读书人白天要干活、打零工、抄书或教孩子，真正能静下心来的时间，往往只有夜晚。他们会买最便宜的麻油，点灯，用肺部裹书防潮，有人甚至用冷水泡脚以提神。传说曾有一名来自蜀地的举人，在东京某借宿坊中挑灯夜读3年，夜以继日，连邻居都记得他低声念尚书的语调，
后来高中进士，房里老人感慨，他是背着月亮走上金榜的。夜读不只限于寒门士子，一些富家子弟也钟情夜学，尤其是夜词夜赋这种需要情绪沉淀的创作形式。有人会在画舫归来之后，独坐窗前临水写词，一盏茶，一壶墨，一纸白宣，写下昨夜风急，吹落红妆几许，写到动情处，又投一炷香入炉，以香入镜，词意更浓。文人们甚至约定俗成，若诗稿标注夜志二字，即视为更高一档的情感深度与修辞技巧。夜的沉静是他们灵感与情绪最好的孵化器。而那些不读书的，也许在修身。东京佛寺林立，道观遍布，其中不少在夜晚并不打烊。像静音寺、崇福院、天庆观这类古刹，每到夜里便有人来焚香打坐、礼佛诵经。有香客不愿白日，人多嘈杂，特意夜里来拜。夜香一炷，心静3日。有文士心烦意乱，拎灯入寺，只求听听晨钟暮鼓，以钟声解心魔。寺里和尚也不惊不扰，只微笑迎客，递上香盏，轻声说：心若无事，处处皆安。夜修者中也有常客，有位绣坊女掌柜，每月初8、18、28，夜半必至白马寺焚香3炷，不许仆人跟随。旁人问他缘由，他只答：白日人看我，夜里我看自己。有僧人说他焚的是安心香，香方中有茯苓、甘松、莲石，是专为女性调气养神而设。这种香在坊间也有卖，被称为心斋香，点之不厌不腻，只留一世安宁。很多书房、琴社、女红铺在夜里都点它，用来稳心神、避噩梦。香是夜的隐形语言，东京人非常讲究用香，尤其入夜之后，香成为生活与情绪的延长线。你睡前点一炷桂花沉香，是希望梦里也带点甜；你书写时点竹叶青，是想让文字更透气；你坐禅时焚净沉香，是为了让念头能收拢。甚至有人随身带随行香囊，夜归途中一手握剑，一手拈香，说是夜行3里，心先安定。高阶一点的香客还会自行调配夜用香方，不同季节心境调换原料。最著名的一种叫雪夜观星，配方保密，但据说香起如夜，风拂雪，淡得像月光落在屋檐。而那些真正爱夜的人，还会营造夜景。有情者设夜情会，3、5知己，不言不笑，只弹琴听风，曲目皆为慢调，如平沙落雁、幽兰、哀乃。弹者不炫技，只求心静；听者不鼓掌，只以茶代谢。有画者设夜墨局，深夜磨墨作画，借夜色入镜，画山不画山，画水不画水，只留烟云缭绕，一线孤舟。隔天挂起时，旁人看得出这画是用夜色养出来的。夜里的静也为女人提供了难得的独处空间。在白日繁忙应酬之后，不少女子会在闺中设静夜局，她们点香、温茶、翻书、做针线，或写1、2段心情词句藏在抽屉里。有人抄写佛经，有人编织香囊，有人裁纸写奸计友人，也有人只坐在窗边看月亮。坊间称这种夜半静修为女士夜功，认为能养神养心，化解郁气。文人们常笑，女子夜里不睡，不是怕老，是怕梦里没写完那首词。当然，也有不甘寂寞的人选择夜游书坊。东京有一些特殊的书寺，专为夜间开放，称为灯下书阁。
你深夜走过，见其亮灯招手，入内只见墙满书卷，几位客人披着毛裘看书。掌柜轻声问：茶是薄荷还是黄芪？你随手挑本唐律书议，坐下便是半宿。有人看史书，有人翻佛经，也有人看医术、兵书，甚至小说话本。你若看入迷，天光微亮之际，掌柜会递上一盏莲子粥，说：夜已过，愿你心无忧。城市之所以耐人寻味，就在于它能包容躁动，也能接住沉静。东京的夜里，不只有市井奔流，还有一群安静的人，用书、香、琴、字，把自己藏在黑夜的某一角。别人追灯，他们藏光；别人买醉，他们焚香。夜不是他们逃避白天的借口，而是他们选择自处、修身、积蓄、整理世界的方式。东京梦华不只是灯红酒绿的喧哗繁华，它也有薄灯纸下一行字的静谧，有香灰未冷时的一声轻叹，有在夜风中不为人知的坚持。而正是这些沉默的人、安静的房间、细水长流的光，让这座不夜城在热烈之外多了一层温柔的魂。在这座灯火通明、酒香磁盛、喧嚣不断的东京城中，有一本小书轻轻地躺了几百年，却像一扇永不关闭的窗户，透着那个时代夜生活的真实气息。它不大，字也不多，写的既不夸张也不咆哮，却几乎成了我们窥视北宋东京夜生活的通行证。这本书叫《东京梦华录》，作者孟元老，一个并非著名的文人，却以一己之笔记录下了无数城市夜景的细节。而今天我们要在这座华丽梦境中挖一挖，看看那些藏在字缝里的隐藏彩蛋。先来回顾一下它是什么。《东京梦华录》成书于北宋末年，彼时金军南下，东京沦陷。孟元老带着一肚子不舍和怀旧，用一种近乎梦呓的方式回忆起昔日东京的繁华。书中大量描绘节庆、庙会、市集、酒楼、勾栏、街巷、布局，但你若仔细读，会发现他写的最多、最细、最动情的正是东京的夜。比如某段他写：夜市灯火照耀如昼，百戏杂陈，通宵达旦。寥寥数字，却勾勒出一个不愿睡、舍不得睡的城市。这不是历史正典，不是御史台的公文，而是一个普通市民站在自己的生活角度，记下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最生动的细节。而这些细节中，藏了太多值得我们细读的闪光点。第一个彩蛋是对夜市动态的描写。他写道：暮春3月，樱花向西，酒坊尚鸣箫鼓，馄饨汤热，香如花绽。这几句词中，季节、地点、氛围、食物全到位，而且没有用任何夸张修辞，只是轻描淡写地写下当时的现实图景。但这花绽二字却极妙，它不是形容花本身，而是形容馄饨汤的香气像花朵在夜风中盛开。你能感觉到热气、灯影与花香交错的画面，像极了今天夜市里热锅飘香、樱花灯影摇曳的瞬间。一个馄饨摊居然被写得那么有诗意。第二个彩蛋是他如何把日常写得像神话。他提到：夜饮东城，坊中歌者，能诵杜诗300首，解周邦彦词律，作玉楼春，一阙即成。你以为这是描写一位才女吗？不，历史学家考证，这可能只是普通画舫上的歌妓。然而他的才情在孟元老笔下跃然纸上，仿佛不只会唱，还能写，词中有水袖，有眼神，有心事。你再一想，在一个船舫上，在风吹水皱的夜晚，
有人喝着桂花酒，有人嘬着玉楼春，这哪里还是城市？这是人间乐章。第3个彩蛋是关于夜间秩序的编排，它并非单纯说东京如何灯火辉煌，而是明确指出街道有坊族夜巡，亘古相闻，贼人不敢肆行。言下之意，这不是一个放任自由的夜，而是一个被温柔约束、被默契掌控的夜。你若想象今天的夜生活，往往与自由画上等号，但孟元老却用极克制的语气展示了当时的有序繁华。不是因为没人管，而是因为大家都有边界感，有分寸感。陈氏像一个懂事的孩子，白天好学，晚上也懂收敛。第4个彩蛋在于他笔下的女性活动。不少人误以为宋代女子只能深居简出，不能夜游，但书中却提到月下赏花者，女眷罗帕轻举，舟中观灯者，粉黛盈舟。他没有刻意强调女性地位如何提高，而是用轻描淡写的句子说明一个事实：女子夜里可以出门，可以与亲友坐船赏灯，可以买香囊试发簪，听取说辞。这是当时社会氛围真实的反应，也从侧面印证了东京城夜文化的包容与开放。第5个彩蛋是对小细节的偏爱，他花整整一段去描述点灯人，那些晚上给店铺挂灯、点灯、修心、添油的人。他写他们一身油气，灯盏如花，步步小心，不可倾倒。这一细节无关宏大叙事，却让人动容。你想，一座城市要亮，就要有人把灯一盏盏挂起。这个亮的背后，是一群人的劳动，是生活的默默支撑。而在今天，那些为城市亮灯的人，或许换了身份，换了工具，但他们仍存在着，只是没人像孟元老那样专门为他们写下几十字。更动人的是他写凌晨收市的场景，4鼓后，摊贩尽散，灯火渐熄，余香不散，巷口余生，尚如梦中。不是锣鼓喧天，也不是灯灭人散的孤冷，而是一种温和的褪色感，就像一幅画，光线慢慢暗下，声音慢慢静下，所有繁华悄悄回到黑夜深处，只有留香与余音，让你知道这一切是真的发生过。这种描述不仅动人，更是一种感官历史的写作方式。它不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，而是让你闻到、听到、看到，让你沉浸进去。再说说那句最出名的“夜市如昼，买卖不绝，市肆开放，通宵达旦”。很多人都拿这句话来佐证宋代商业的发达，却忽略了如昼背后的社会信任结构。夜里为何如昼？因为有灯，因为有巡逻，因为有人在守，也因为人不怕彼此。这是一种社会信任感的体现，是当时东京城市民宿制与制度保障双重合力的结果。而孟元老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说教，只是平静地记下了它。最后一个彩蛋是关于他自己，他的我几乎从不出现在书中，但你能从文字中窥见他的心。他写：天街小雨润如酥，夜坐观灯，唯愿此景不改。你能读出一种不舍，一种凝视，一种告别。他是从回忆中写东京的夜，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想抓住那座他失去的城的最后一点光。他不是写给你看，而是在写给自己，写给那个仍在梦里的自己。所以《东京梦华录》不仅是一本记录城市的书，更是一本记录人如何在城市中生活的书。它不是帝王将相的史诗，不是制度的总结，而是城市的侧影，是宋代夜晚里一位普通人悄悄留下的目光。今天你我在灯下读它，是在与一个1000年前的灵魂共处夜色。你听着它描写香气、舟声、脚步、摊贩，你忽然意识到他也曾像你一样深夜不愿入睡，
只因那一刻太美，不想错过。那不只是东京梦华的梦，那是属于所有人的夜的权利。在整个东京城的夜生活里，最容易被忽略的，往往不是那些热闹场所，而是它的骨架。我们津津乐道于茶坊灯谜、酒楼词汇、画舫夜宴，却极少有人停下来问一句：这座城市为什么能夜不眠？为什么能容纳数十万人同时在深夜行走、吃喝、购物、弹琴、创作，却不至于堵塞、混乱、断电、失序？答案其实藏在一件看似枯燥却决定一切的事——城市设计。今天我们不谈谁吃了什么，谁写了词，而是来聊聊宋人是如何把一座城设计得适合夜生活。开封这座城不是天然长成的，它是高度人工塑造出来的空间奇迹。尤其在北宋时期，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。你站在城楼上望去，看到的是一套堪称现代的城市系统，横平竖直、井然有序的街道网，交错分布的水系，规划清晰的坊市功能区，以及最关键的，能在夜晚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。我们从街道开始讲起。东京的主干道以御街为轴线，南北贯通，全长近5公里，两侧对称分布着官府、寺庙、商铺、住宅。重要的是，这些街道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灯火通行问题，每隔一定距离设有灯桩或照夜台，由坊务管理，入夜即点灯，天明方息。关灯与明灯相辅相成，前者保证主街明亮，后者负责照亮巷道与店铺前沿。更聪明的是，部分街区设有灯格退线，即在门口留出1尺空间，专供灯架摆放，避免行人被灯油滴落或碰撞。这种细致到灯的位置不能影响通行的考量，让东京人在夜里依然能走得稳、看得清，不慌乱。再看水网系统，汴京最大的特色之一是水陆纵横，城市依水建街，水岸配桥，桥下设灯，桥面设人行避道。你夜里从城东走到城西，不仅能沿着汴河搭船，甚至在某些巷口还可以找到小码头接驳站，付几文铜钱即可搭乘夜杭舟。这些舟不豪华，但讲究安全与方便。船头装灯，舟尾贴夜标，还有专人负责撑高肩报站。它不是游玩工具，是实实在在的夜间交通系统，甚至不少商贩靠它送货、送人、送食材。有人统计，仅周桥一带，每夜活跃的夜杭舟可达300艘，往返不停，效率堪比今日网约车。而这些街与水的交汇处，就是城市夜生活的节点。坊市中心，东京城没有像唐代那样严格区隔坊与市，而是让两者自由渗透，形成了坊中有市，市中有人，人与货并流的城市生态。坊市划分依据功能，例如樱桃坊以织造为主，青龙坊聚集文人，东角楼则是夜市重地。这种功能定位不仅限于白天，夜间同样适用。夜市集中在桥南9坊，香药多居于周桥以东，祠社和书肆则在龙亭北侧分布有序。整个城市像一张多功能夜网，点点星光连接着夜的每一条路径。你可能想问，这么多灯，这么多炉子，这么多热水和香料，城市怎么解决能量供应？答案在于东京的燃料系统。开封设有专门的柴行、炭行、油行，其中油行夜间不打烊，部分甚至24小时供货。灯油主要以麻油、豆油为主，部分高档商家使用香脂油，贵且易燃，但香气宜人。各街设有油坊驿站，供夜商和居民快速补充所需，甚至有专人为茶坊、澡堂配送夜油，用的是推车或扁担。
城市早就将夜供给当成日常运作的一部分。再来说说夜间污水与废物处理，这是很多古代城市的痛点，尤其在夜间，一旦大量食肆开张，如何处理油水、垃圾、炉渣，东京人早就给出了解法。煤坊设灰夫和干脚匠，夜间出勤，条筒巡访，专门收集炉灰、汤渣、剩菜，有的直接倒入专设水井，有的回收卖给养猪户。更高级的是一些大型石坊，配备炉下暗槽，夜里即可自动排水入巷渠。第二日，坊务统一冲洗。你在夜市吃得热气腾腾，却不知脚下其实有一整套地下系统在默默运转。而说到这些精细设计，就不能不提东京独有的巷道级分层。大街热闹，巷道幽静，背街则是休息区。这种从公共、半公共、私人逐渐收缩的空间节奏，让每个夜生活空间都有边界。你可以在御街叫卖，在桥头喝酒，在巷中赏灯，但一转入背街就自动放低声音。这不是规定，是城市结构下自然而然的行为规范。甚至夜市摊贩也懂这一点。夜深不叫卖，只摆摊点灯，用香气引人，不扰邻不喧哗。城市用结构在教人如何共处。城市设计也考虑了女性夜行安全，如东水门至市草坊一带设有灯女郎，路边连续灯杆与栏杆专供夜间女子结伴行走。部分路段还有低声墙，即墙体高于肩，不易攀爬，并用低反射瓦片铺设，避免夜行时产生阴影。这些设计不是书面规定，而是坊间共识、工匠默契与商户自觉共同完成的。你甚至能看到某些店铺门口挂着夜可停足灯签，意指女子若夜行不便，可临时避入饮水歇息，免费开放。这种人性城市的理念比后世早了几百年。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东京城市设计对夜情绪的尊重。不是所有人来夜市是为了热闹，有人只是为了走走、看看灯、吹吹风。于是你能看到汴河两岸设有西新廊，不长不过100步，有石椅，有小灯，有香炉，夜里可坐可默可吟诗，甚至连骑者都不会打扰你。这不是豪华，是温柔。东京城在空间安排上给每一个夜行者留了一点点静处，你可以不消费、不社交、不表现，只是存在，就已经被这座城接住了。城市不是建筑的堆砌，而是生活的编织。东京之所以能成为梦华之地，是因为它的骨架不仅强大，还细致、柔软、懂人情。它不是靠喊口号维持夜生活，而是在最初设计时就把人要在夜里活得舒服当成基本前提。灯位的方向、桥栏的高度、巷口的开合、摊贩的位置、井水的布点、屋檐的倾斜、舟船的行进、垃圾的回收，这些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，构成了一个可以让100万市民在夜里自由自在生活的空间体系。而这些设计不写词、不登楼、不唱曲，但他们让词能被写，楼能被登，曲能被唱。他们是看不见的梦之谷，是撑起梦华2字的那层结构与逻辑。所以当你走在东京的灯下，不妨想一想，你脚下的砖是谁铺的？你头顶的灯是如何来的？你能这么自在，是因为多少设计者在几百年前已经为你考虑到了夜的每一种可能。这座城市之所以令人眷恋，从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热闹，而是因为它在你没有开口之前，就已经默默准备好了你的夜。东京城的夜总是被描绘的喧哗、光亮、流转不息，可这座城市真正的动人之处，并不在于它有多热闹，而是在于它允许孤独。万家灯火点燃的那一刻，也照亮了许多无人的房间，
未归的身影，沉默的脚步。城市的光景之下，总藏着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。远行人抬头望月，异乡客徘徊桥头，书生独坐灯下，反复描摹一封未寄出的家书。在这最后一章，我们要慢下来，走进东京夜色最深、最静、最柔软的地方，那些在灯火之外夜行路上轻轻叹气、悄悄想家的灵魂。开封城里有许多人是住在城里，心在城外的。尤其夜晚一静，白天忙碌的杂音被慢慢拉走，思念如水一般漫上心头。异乡的客商，科举的考生，流徙的百姓，因婚嫁移居的女子，失亲的孤儿，他们在灯下不动声色地活着，在夜里才会把那点隐藏的情绪掏出来与自己对坐。有的只是发呆，有的借酒解愁，有的边喝粥边偷偷擦眼泪，还有人蹲在巷口对着墙角自言自语：我娘在老家肯定又做桂花蒸糕了。东京的梦华不只是给热闹准备的，也是给离愁设下的。像那些夜市摊贩中，有很多其实是白天干农活，晚上进城兼卖些杂货的人。他们挤在城墙脚下的棚屋过夜，头顶瓦片漏雨，脚下草席生霉，只为能多赚几文钱回家给孩子买冬衣。你在灯下买了一串糖葫芦，摊主笑得温和，可你看他一转身，蹲在墙边抽口气，咕哝一句：真想家。没人回应，但城市听见了。而那些寄居考棚的书生，是思乡最重的群体，他们从千里之外背井离乡，只为求一个进士身份，改写家族命运。可中不中进士之间，往往只隔一笔字。夜里，他们在油灯下读书，头上是滴水的屋檐，怀里是从家乡带来的香囊、家书、绣帕。有人在讲义边写下一句梦中见娘，有人在草稿纸背面写小诗：昨夜月明眠不得，思君一夜梦不成。没人知道他写给谁，也许写给母亲，也许写给未婚妻，也许只是一段故乡的月光。东京人理解这种孤独，城市也为他们准备了细腻的夜思机制。比如在周桥西巷有一家叫听风斋的茶馆，专做夜场。规矩是入门不须寒暄，不许高声，不设演绎。茶盏清淡，灯光微暗，桌上置一纸尖笔，供人写字。写什么？写给远方的人，写心中事，写不便说的话。你写完可留店主明早焚香销毁，也可挂入墙角信笼，供他人阅读。有人写：我来东京第13夜，好想你。3天后有陌生人回帖：我也在这第13夜想家，不如明晚一起喝杯茶。于是他们就这样在城市的灯光与纸墨之间相识了。还有夜桥。东京多桥，其中3处最受夜归人偏爱：虹桥、万寿桥、银辉桥。你若凌晨走过，会发现桥头常有人静坐，有的拿着酒壶，有的拿着一本旧书，有的只是望水发呆。尘世默许，这种沉默存在，不设阻拦，不问缘由，甚至仿佛看到他们，也只会远远点头，像是在说：你慢慢坐，别怕，我们不打扰。这就是城市的温度，它不逼你归，也不催你走，只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给你留一块安静的桥石，一盏不灭的灯。花街柳巷中也有思念。在西春院的后院，有一位叫秀清的女子，每晚都在竹下绣一方帕子，绣的是相思草。她说：我不知为谁绣，或许是我从未等到的那人。客人来问：你爱他？他摇头：不爱，是记得。那帕子他一方不卖，只摆在桌角，人来人去，那帕子从红变旧，从新到裂，他仍不舍丢弃。东京城里，这种没有归处的情感
其实到处都是，只是大家都装作看不见，因为太懂，所以太小心。城市里还有写梦人，他们白天做书生，夜里在灯下替人抄信，信纸极薄，墨迹极浅，一纸二文。有人找他们代写家书，告诉母亲我一切都好，但写梦人知道他实际是想说我快撑不下去了，于是他们写得更柔一点，更长一点，甚至添上一句儿每夜梦中见娘，愿安。这是情绪的翻译，是不敢哭的人的笔尖代言人。他们也写梦，为远行人画，梦中小路为离人画回家屋檐，为女子画故乡的雨窗。这种笔墨不是文学，是抚慰，是对孤独者最真诚的陪伴。你若登上龙庭夜楼，极目远眺，灯火虽密，依然能分辨出哪盏是热闹，哪盏是寂寞。有人家灯火通明，是在宴请亲朋；有人家只亮一盏孤灯，是在等一封信。还有人关了灯，却坐在窗边不睡，只因梦里会回到那座离得太远的家乡。东京的夜，不只有热闹的地图，也有孤独的标记，像某处桥头的脚印，某家茶馆墙上的旧纸，某个巷口残留的香气。这些细碎如尘，却让整座城有了温度与重量。所以我们说，东京梦华之梦不只是繁华入梦，更是相思入梦，情绪入梦，缺席之人入梦。一个城市之所以令人难忘，不在于它给了你多少热闹，而在于它能包容你不说话、不快乐、不完整。它不是一定要你开心才欢迎你，它说的是你哪怕今晚只是想走一圈，什么都不做也可以。东京的夜不只属于欢笑与灯火，也属于想念与静默。那些在夜里悄悄流泪的人，不是多余的人，而是城市最柔软的部分。他们不需要被理解，只希望被接纳。而这座城，正是以它宽广的空间、复杂的结构、温柔的气氛，悄悄给了这些人一个位置，让他们在灯火之间不至于太孤单。如果你也曾在某个不眠之夜，莫名其妙地怀念一个名字、一座老屋、一封没寄出的信，那么请你知道，在900年前的东京，也有人和你一样，在夜路中走着，在桥边坐着，在心里偷偷想家。夜终于慢了下来，东京城的灯光此刻不再闪耀，而是一盏盏温柔的熄灭，如天边星辰悄悄合眼。街上的叫卖声已经远去，最后一艘画舫也已收桨入岸，连更夫的锣声都在夜风中变得绵软起来。你坐在这一条时光的长河边，心不知不觉安静下来，仿佛整座城刚刚跟你说了一晚的悄悄话，讲了15个有关灯火、人情、香气、街角的故事。如今它也该休息了。我们从94门前看过笑声，也在桥头停留过沉默。我们随香气流连巷口，也随目光穿越千年。我们看过锦衣华服，也看过破衣补丁。我们陪歌者唱词，也陪读书人熬夜。我们在城的灯火中找热闹，也在安静的灰烬中找到心安。现在故事讲完了，而你也应该睡了。请把手机放在一边，闭上眼睛，让东京的夜在你耳边最后一次响起铃声、灯光、风的声音在慢慢远去。你知道，那些人、那些灯、那些声音还会在梦里回来，就像城还在那里，始终等你归来。晚安，梦里见。